球感不是脚对球的感觉，而是脑子对球的感觉。重复训练不是为了多触球，而是为了提高控制身体的能力。如果你想高效提升足球技术，可以听听我下面的论述。首先，我们想一下触球的全过程：眼睛先收集信息，大脑处理信息并控制身体做出动作，最后脚、头、肩膀等等部位接触球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脑子控制身体，控制球。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大脑的决策能力和控制身体的能力，而不是触球的一瞬间脚的感觉。因为脚只能在触球后被动的感觉，只有大脑才能主动控制身体，从而控制球。你的子弹能不能击中目标，不是由子弹对目标的感觉决定的，而是由你瞄准的方向决定的。同样，你的脚能不能触准部位，也不是由脚感决定的，而是由你身体的位置、关节的角度、肌肉的发力决定的。明确这个过程以后，你就会知道，带球靠的不是脚感，而是髋关节主导和上下肢联动；射门靠的不是脚感，而是左腿的支撑和右腿的摆动；绕圈靠的不是脚感，而是小腿快速的转动；胸部吸球靠的也不是胸感，而是核心的稳定。所以，如果你在训练时不带脑子，或者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脚上，做一些没有针对性的所谓球感训练，认为增加触球次数就能增加球感，这就是非常低效的。而如果你能把注意力放在控制身体上，怎么调整重心，怎么发力，怎么触球，感受这次做得好是因为哪块肌肉发力了，下次没做好是哪块肌肉没发力，这样你就能进步很快。举个例子，你首先应该知道脚弓传球是髋外旋，外脚背颠球是髋内旋。如果知道了怎么做还是控制不好身体，就说明你髋关节的灵活性不够。这时就可以通过打开支撑腿的髋关节，弯曲支撑腿膝盖来帮助触球腿打开髋关节，还可以做一些开髋的训练。这样，第一，搞清楚动作怎么做；第二，在练习时注意力集中，感受身体的发力；第三，针对性的提高控制身体的能力。训练会非常高效，一定不要无脑大量重复。最后再补充两个问题：第一，很多人不怎么练，也不怎么想就能踢得很好，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球感好，而是他们运动的动作模式好，控制身体的能力强。但是普通人依靠思考和训练，一定是可以接近这些天赋怪的。第二，如果把很多技术问题归因于球感不好，就没法给出具体的解决办法。但如果从控制身体的层面入手，就能设计出有针对性并且非常高效的训练方案。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